欢迎收听一道微光同志小说，作者书野，故事，马上开始。开头怎么成这样了？下次再这样你就替我报幕，听见没有？林阮清被沈之恒这一番强吻，吻得七荤八素，头脑发晕，嘴还堵着，说不出话，于是只能抬手轻拍沈之恒的肩，示意他停一停。我脖子快受不了了。林阮清微喘，小声抱怨。沈之恒这才松开并放下扣在林阮清后脖颈的手，眼神依旧直勾勾地看着林阮清，只不过现在又多了一份艳足。他低笑出声，呵呵，有时候真觉得你跟个孩子似的。说着自己从沙发上坐了起来，抬手拍了拍身旁的位置，过来，坐在这儿。林阮清双手撑着沙发站了起来，揉了揉有些发麻的膝盖，走了2步坐在沙发上。沈之恒十分自然地揽过他的腰，将他整个身体的重心都带向自己，让他倚靠在自己的肩头。你刚才进办公室的时候很生气的样子，没事吧？沈之恒闭上眼，将下巴轻轻抵在林阮清的发顶。没事，只是一时心情不顺。林阮清仰头看他，那你现在心情好点了吗？沈之恒微微收紧手臂，将他抱得更紧了些，低沉地应了一声。随后沈之恒低头，目光温柔地落在依偎在自己怀里的林阮清身上，他的唇角微微扬起，勾勒出一个宠溺而满足的微笑。他那只原本搭在身侧的手缓缓抬起，好看的手指轻柔地拂过林阮清的脸颊，指尖的触感细腻而温暖，带着一种无声的安抚。林阮清身体微微动了一下，更加深地将头靠在他的胸膛上，寻求着更深层的依靠。沈之恒的目光依旧锁在林阮清的脸上，眼中满是化不开的柔情。他拂过脸颊的手，顺着他的胳膊轻轻滑下，握住了林阮清搭在他腰间的一只手，食指交叉，紧紧地扣住，拇指下意识地摩挲着对方的皮肤。林阮清感受到了手上传来的力道，他满足地闭上眼，唇角也忍不住勾起一抹浅浅的弧度。在沈之恒的怀抱中，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宁静与安心。此刻外界的喧嚣，商场的明争暗斗，所有的一切都被这片刻的温馨所隔绝。时间像是被悄悄按下了暂停键，只剩下2颗相互依靠、相互取暖的心。短暂温存过后，林阮清站起身，整理衣衫，理了理头发。我出去了。随即他拿起一旁的本子和笔，在沈之恒注视的目光下走出了办公室。林阮清回到工位，手里的笔和本子没有放下的意思。听到他回来的动静，顾逸成、唐思妍和梁之远几乎是同时回过头看向他。沈总有新的指示，咱们去会议室开个会讨论一下。随后会议室门被打开，4个人先后坐好。林阮清将笔记本摊开在桌上，看了一圈面前的队友。沈总想要了解，如果老城区改造方案要缩减预算，哪些部分可调整？顾逸成推了推眼镜，眼镜框反射一闪金光，他语气冷静而果断。沈总的困境在于资金被卡死，但我们的核心任务是保住项目价值。我的建议是采用价值工程和项目结构化调整。首先，必须立即将项目的执行顺序分期，把那些商业回报明确、招商速度快的盈利部分提前至第1阶段。我们通过这部分快速回笼的资金，可以直接用于贴补第2阶段文化修缮和非遗保护预算。这样一来，削减的预算并未消失，只是被我们巧妙地从时间线上找回来了。同时，我们应该在非核心的物料采购上进行全球比价招标，进一步挤出节省的空间。唐思妍打开笔记本，转向大家，屏幕上是复杂的图表。我们不能只看眼前的资金缺口，要用金融工具来对冲风险。我的建议分为2点，一是量化文化溢价。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模型，用数据证明文化保育每投入1元能为省市带来5元甚至更多的品牌溢价和旅游引流收益，用长远收益的量化数据来反驳这种只看短期成本的论调。2是可以考虑发行文化专项私募债，这种债券以老城区项目的文化增值和未来租金收入为抵押，面向那些追求社会责任回报的投资机构，以此绕开董事会，定向引入所需的保育资金。梁之远放下手中做记录的笔，声音沉稳有力。既然上面想压缩预算，那我们应该寻求外部的定向的资金渠道。据我了解，国际上有一些非盈利性的文化遗产基金，他们专精于古建筑保护，且拥有极高的行业声誉。我可以先联系一下他们，让他们评估一下我们项目获得注资的可能性。林阮清迅速在笔记本上汇总了3人的意见，合上本子，
语气利落。很好，顾一成的结构化调整，梁志远的外部注资，以及思妍的金融创新，思路很清晰。总之，我们的核心思想明确，理念不让，资金自筹。梁志远，你立即开始联系国际文化基金，并准备好项目介绍资料。顾一成和思妍，你们尽快完成预算调整和议价模型的报告。说不定我们不仅能弥补预算缺口，还能借此机会将项目的价值提升到国际层面。所有方案下午4点前必须汇总到我这里。散会。高档俱乐部休息室里，魏潇端坐在沙发上，指尖夹着香烟，正释放出一缕一缕的体态妖娆的白色烟雾。魏潇眉毛一挑，眉梢的金属钉跟着一闪，声音带着一丝危险的玩味。我们的金主，那个沈氏集团的沈建明，有没有按时打款过来？站在阴影中，西装笔挺的李玉恭敬地低声汇报：回老大，款已到账。那就好。他抬手将手中的烟凑到唇边，深深地吸了一口。那灰白的烟雾在昏暗的房间里缓慢地、慵懒地向上漂浮，它们缠绕、扭曲，与休息室中迷离、迷幻的灯光交织在一起。李玉小心翼翼地观察着魏潇的脸色。老大，你昨天晚上又没睡好吧？魏潇疲惫的眼神沉浸在烟雾之中，语气带着一丝自嘲。唉，老毛病了，有些东西一旦成了习惯，真的很难戒掉。他每吐一口烟，都让面前的烟雾变得更加浓重。室内深沉的琥珀色和冷调的霓虹蓝，在魏潇瘦削的侧脸上勾勒出颓废而疏离的轮廓。他垂眸看着自己手指间的烟发出的一明一暗橘红色的光。魏潇安静半晌，还有，魏潇突然开口，声音低沉而缓慢：你上次说你找到了一个小子，长得有点像他，到底有几分像？我觉得有8分像吧。8分，8分。魏潇重复着这个数字，语气中辨不出情绪。8分，你也算是上心了。好吧，把他带来给我看看。好的，老大，马上把人给你带来。李玉恭敬的躬身，随后轻声退出了休息室，将门轻轻带上。